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下礼拜一客家新闻插枝，我是许丽玲。宜林腔创内的报道听一些，我哋会带大家继续来关心林业保育署传统社区林业按多年来东道社区当10万嘅参加，还个同山亚生态环境、友善农业、食农教育，还有林下经济亚道同地方创新连接起来，带动社区发展。像苗栗头屋乡嘅面地社区，就用林下经济復育野棚嘅，係個食農教育來做主題，成立嘅育棚嘅復育中心，來聽輔導同培育育棚嘅經驗。嗱，我台中分數廿幾年咧，咪同採地林農推廣種原生種嘅土肉龜，成立嘅大雪山林業生產合作社，做嚟種樹嘅咪睇研發土肉龜。看做的做按多乜嘅產品出來，希望創造出新嘅林業經濟。睇得吳義娟同李明德嘅鏡頭，向下去看啦。哎呀，開箱之前哈，愛慢慢地開，慢慢開哈，沿到前面，向下噴落去。一定學嘢為啲先生韓國碰上時，上色嘅糖育棚嘅會注意呢條事情，韓國了解棚嘅生態習慣。按看有統一來嘛，按就看清順咁我就點，嚇，我也出一下棚嘅嚇，要出過來嚇，大家較注意啲嘅嚇，動作啊強。一打咩係啲苗啲面地水庫時。面地社區育棚嘅復育中心，開嘅育棚嘅班培訓課程。咁樣課程安排嚇，先從前一門嘅部分嚇，介紹棚嘅生態，嚇，而棚嘅生態要學員係了解清楚嘅，嚇，對棚嘅伊啊就生命嘅主題嚇，各階段咧，佢就運作嘅方式都唔同樣，嚇，一禮拜嚇。佢喺度做乜嘅事，做乜棚嘅製作做乜事，嚇，學生嘅了解以後，嚇，佢喺度就可以來農業棚嘅嚇，就佢會較正常嘅。所以我就開始由我啲嘅一度嘅改良廠，佢開始學習正統嘅育棚嘅知識。上完課以後，我就留下嘅改良廠嘅一些學到嘅知識啦，再帶到我社區來，開始慢慢留下社區嘅育棚嘅技術咯，慢慢來提升伊啦。民國106年，苗栗頭屋鄉面地社區成立面地社區育棚嘅班，係頭一個用林下經濟復育野棚嘅為主嘅社區林業計劃。主題復育野棚嘅，每棟出現培育個體對育棚嘅有興趣嘅民眾做輔導韓國培育人才。所以我有啲108年嘅時間啦，嗬。人數也就做增加到40%，人數當多啲社區來講嘅話，一個才藝班啦嗬，佢也包括一度嘅西夏嘅部落嗬，叫做有相講，愛來組成一個像有社區一樣來做一個育棚嘅班，所以我也老叫做輔導所以我技術上也慢慢有在提升，我就人數也拉到嘅，所以我就後尾就成立我就嘅養蜂復育中心。復育中心就喺面地水庫順嘅水源保護區，古數中心同出現水桶、摩托耕種，韓國社區環保也得觀驗，韓國種嘅依度嘅名人植物，希望打造安全又摩托嘅育棚嘅復育基地。我就係第一隻係水源保護區。一直以來嗬，社區嘅也有做當到環保嘅，算留社區嘅環境咯，照顧到當好。社區開始育棚嘅過後，培訓喺依度職工。喺民國108年，政府公告林下經濟嘅經營項目過後，交門塔就想，既然東堤水庫附近呢有依度嘅國有田同豐富嘅產業資源，同時社區有育棚嘅技術，故所結合林下經濟嘅議題。開始到各地做推廣韓國教學。而家就社區一直以來就第一隻有育棚嘅技術，聽以來我也有聽到一隻社區林下經濟嘅一隻成果。我哋嘅養蜂復育中心就負責然後全台灣所有嘅社區地區，呢針對有對育棚嘅
有需要我就去支援的。呢度沙期嘅建议，無足係附圈嘅鄉鎮有興趣嘅人，每度嚟到日頭尾學習育螃蟹嘅新知識，韓國客認識同愛護自家嘅家鄉環境。困難點一般來講，育螃蟹係樣嘢啦，而係環境唔好，養乜育都冇效，因為冇咩冇花粉，也係冇乜東西，啲螃蟹都育唔起來，所以育到最尾。都愛尋一隻合適嘅環境來學。我希望講，陽台一多年認識我哋面的水庫那種生態，蜜蜂是環境的指標。我想全世界看蜜蜂，就我哋水庫上蜜蜂，而且係富裕蜂王。沙期每當出現開發相關嘅商品，每結合地沙期討論、生農教育，為沙期嘅發展行卡多年。開始學螃蟹以後，慢慢的做有當到產品啦，包括螃蟹產品，有膨糖啊，有花粉啊，個有蜂王乳也對啊。沙期做出差唔多有10個種嘅個螃蟹副產品，安尼做變到一隻6級產業，做拿出去賣，安尼把對人家沙期來講，做帶動人家經濟嘅發展。一般來講我們看到這個蜜蜂飛回來。然後你看它腳上有2顆黃黃的那個花粉球帶進去，那表示說，哎，你這邊的產量不錯。在外保育中心，美富同公建師對林下經濟有興趣嘅沙期無足嘅民眾，育螃蟹嘅相關知識和個技術。所以我哋會也學生嘅佢就會不會有做一隻露營區，我就講，哎，你既然要育螃蟹，倒不如唔留，你就會露營區做較有特色嘅話。因為老爺可以學螃蟹生態做變到人都行區一部分。過去佢有自家其實原住民，佢也有朋友佢說做大部分人都有種到椴木香菇。其實除了有種以外，其實也做得做成也都有六樣區的特色。這就是養一些蜜蜂嘛，然後就是有那個，其次就是有一些樹，我們就拿來做椴木香菇。從小的時候，我爸爸就有種過，所以我們大概知道那些種香菇要怎麼種。然後我爸爸他會參與教我們怎麼種，之後就種得比較就會有成果。現在有鴉片山啦，在地嘅小農就想，一共做地結合林下經濟，冇聽錯會有無窮用嘅新發展。是。這個蜜蜂就是第一是主要是我們想說休閒啦，然後呢有多的一點時間來跟蜜蜂相處啊，我覺得我心情比較快樂。我種好幾種樹，杜英啊那些，然後楓香樹。這幾年來我已經種了大概有2000多棵的樹。林下經濟的部分就是我們就有2項的，那就是椴木香菇跟我們的養蜂。那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的主業還是在外面有工作，所以目前來說，我們這個林下經濟這部分還是小規模的再去做啦。未來的可能3年4年之後，我們在退休之後，我們就是會比較有擴大領域，這樣子去做一個生產。主題推動林下經濟，一按多年來林業保育署推動分數，每組堅固地林農種推發原生種嘅通育季，希望創造新嘅林業經濟。林業發放嘅電視，也到林農拿定工期，第一嘅山那度好，來來去去出錯。好，把它拉下來了哈，就這樣拉下來了，動作不要很快。主題出錯，還會修剪樹拍嘅同一柄。第一櫃台片嘅林園種嘅就該推發原生種嘅通育季。因為我們較天然，所以有啲猴啦，有啲雕啦那種好嘅水果其實我來講下分享，佢食拍所以想講，係咩呢？種了咁多有水果嘅東西，後來就查講，啲林務局咪就推廣啲種嘅玉桂樹，啲玉桂樹我哋去查，佢有同鄉嘅嗰種香氣。所以就開始講，20年前來種咧。20年前對高樹專種通育季嘅原因，係認真發現到嘅通育季嘅新價值韓國發展。講我哋都查到啲中興大學啦，係你講啲屏科大嘅片
公安的资料是讲，台湾的肉桂醛吼，其有一种当特殊的香气啊，今日只吼，係一般那讲，跟一般做精油啦吼，讲做精油个时候，佢萃取出来係呢种的树皮的4倍到5倍量。台湾通药柜係分布地大概800到1500公尺嘅範圍內嘅台灣體育組，現時主要係種地花蓮、南投同台中。通藥櫃嘅主要用途做地哪類做用料、研究樹草機、建築材料、韓國藥用。土肉桂呢是我们台湾的特有树种。那根据以前的调查呢，其实在中部地区，像是古关啊、松鹤啊这一带呢，这个土肉桂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口味是非常有一点香甜辣，所以在地呢，其实一般民众呢，他已经把它在生活中呢做一些运用哦。同一般的肉桂嘅應用好多冇共用，喺國外單單可以用洋嘅樹幹嘅韓國樹皮嚟做相關商品。台灣嘅衍生種通藥桂係用葉白嚟做附加產品嘅來源。那在國外，我們知道土肉桂粉的運用，它必須要去取它的樹幹或樹皮，對林木的生長會造成影響。但是在台灣使用土肉桂的話，你不會影響到林木的生長，而且土肉桂種植2年到3年，它就可以使用它的葉子來做這樣的一個萃取。所以台中分署看到這樣子一個對在地林農非常好的契機，也是在山林永續使用上非常好的一種方法。像這個枝條都有用途啊。這個也可以啊。現正林業保育署推廣林體林用，故所也按動人類有林農對果樹尊重土肉桂。在台中分署所管辖的竹地造林地里面呢，我們也會鼓勵林農，在果樹如果已經要太舊的時候，就也可以來兼植這個土肉桂。那因為土肉桂呢，它可以運用的層面會比果樹來得更廣，所遭受的，比如說是災害啦，甚至蟲害啦，那相對都是比較少，所以對林農來講是可以創造另外一個山村經濟。土肉桂我們家是種204棵啦，因為我們林班地要造林啊，所以就想說把造林的地方改成土肉桂。对，然後等它大了之後，它的葉片用途比較多，所以我們就跟着合作社走這樣。種通藥桂對水土保持以後，要做地創造新的經濟。林業保育署台中分署還卡輔導在地嘅林農，成立太息山林業生產合作社來種通藥桂。你如果種了土肉桂，又能夠維護這個環境，又能夠防止土石流，又能夠配合林務局的造林，這些對我們這個環境都有很大的幫助。人家大嶼山社區的位海拔885啦，有比較平坦的緩坡了，而且日照也很充足，所以這個雨量也很豐沛，很適當的來種土肉桂。這希望大嶼山社區有土肉桂的產業，也大家共同來行銷。通藥桂嘅葉尾做地採收嘅時間當中，加上沒動過，想要移動嘅林農相對來持種困難。5、6月不要採，那你採也沒有味道，也沒有啊。最好採的是什麼時候呢？大概9月到隔年的2月。這個什麼？因為是冬天，他們都把養分都蓄積在葉子上，所以那時候採的是最好。我感覺你係一個東河嘅產業，係明日之星啊，新興的產業。佢不管佢哋嘅，咱即擺可能做藥品啊、食品啊、化妝品，總係用得到。所以咁當用性，你窗口嚟講係當用性研究嘅部分。林業保育署每當出現研發相關商品，希望帶領林農看到台灣通藥桂嘅發展有幾好嘅。沒有林農，20年前就開始來種，看到同學嘅光景，故所陸續開發嚟通藥桂嘅相關產品，像係精油、純露、肉桂粉、肉桂鹼椰豆。沒有林農同採地嘅果子甜刺嘅葉尾，同通藥桂嘅葉尾結合起來，發展出嚟當貼片蜂蜜嘅茶包。肉桂粉係咧肉桂葉，新鮮嘅肉桂葉摘進來，用低溫乾燥，都係30度以下、30度以下，用乾燥機去乾燥12點鐘叫，都走咧喺度，人哋一拿空嚟牛活脆脆感覺嘅時候，大概將過去磨粉，用中央磨粉機磨粉出來，磨粉出來咧喺度，人家嗰個
经过晒过揉的，该粗的纤维就冇的，就该这样做肉桂粉。肉桂粉按目前的用途来讲，从按人啉咖啡个卡布奇诺，仲有揽只肉桂粉，无就做那个土肉桂卷。土肉桂卷咧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按正规嘅3大资源，大帮店下经济，沙基电业韩国地方创新也到相互结合强下，但将做得保护环境生态，未做得为林诺韩国沙基打造出韩卡动人嘅产业链，同时未发展出台湾市内乡村经济。